高达 Z 的贾布罗战争博物馆终于是更新到了这一台我最想要的重装钢加农了。那不得不说，上个月的新品太多了，一个人做视频真的是忙不过来啊。其实 MSV 系列早就出过这一台了，不过那是活在设定中的造型，这次是真的贾布罗基地实战配备的。不过老款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和这次的贾布罗版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那遇到这种情况，我当然是建议大家上拼多多去领券购买啦。正好现在拼多多10周年大促预热，推出了魔玩专场补贴活动，我找官方申请了5000个内部名额，可以用1元秒杀2级海牛高达，抢到就是赚到。活动链接我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了，库存实时更新，只要链接还在就是还有库存。这波是限定活动，先到先得，抢完可能就下线了，千万不要错过哦。除此之外，从我专属的链接点进去，还能领取专享大额优惠券，全场通用，想买什么魔玩都可以，还不快去拼手速啊！好的，那么我们赶紧进入正题，现在就来开箱带大家看一看这次的重装钢加农到底如何吧。RX77-3 重装型钢加农，该机作为重装型 MS 计划的一环，以 RX77-2 钢加农的后继机和量产版本的身份，和基姆加农一起推进量产版本。原版钢加农的主要特点即作为中距离炮击支援机的定位，这给钢加农带来了比高达还要厚的月神钛合金装甲，但换取的是低下的机动性，因此重装钢加农想在装甲火力和马力方面都进一步强化。所以相比原版，该机的装甲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同时也废除了核心战机的逃生结构，进一步增强了机体的一体性，留出来的多余空间则被用于强化火炮与供弹系统，使得该机的连射和供弹能力相比之前翻了1倍。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你知道钢加农射速能媲美扎古机枪，也就是260发每分钟，这要再翻1倍，你会作何感想呢？当然了，这得益于这门240毫米低后坐力炮的炮管是水冷结构，同时钢加农使用的炮弹为液体燃料弹，所以稳定性很好，所以动画里这个炮打出去的都是这种紫红色的特效，玩具也给了一长一短来还原。虽然容易跟光束武器混为一谈，但这里真的是实弹，而且由于液体弹打出后会有大量的废气，钢加农配备了排风口，而重装型进一步强化了排放的能力。同时为了平衡之前装甲强化和火力强化带来的重量，背包综合炮台做了进一步改进再设计，推力增大了10吨，达到62.2吨。同时腿部也配合着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可以看到小腿两侧增设的辅助推进喷口以及膝盖下方的散热叶片结构，都是为了进一步的强化推力和机动性而设计的。另外，钢加农的天线是通过在脑门后方外置的这个装置实现的，和老款的钢加农一样，也是给了一个备用替换键。不过在机设中有提到重装型的锁敌和通信能力是为了配合火力强化做了进一步的提升的，而且原本预想的是量产后的重装型将组成大规模编队进行集团作战，以数量和火力优势弥补机动性、后坐力和无法近战等等劣势。理想是很美好的，但强化后的重装型造价可不便宜，而且近战全靠身体去撞，提升推力后机动性仍然不够看，引得大量驾驶员吐槽，最终量产计划也没有进行下去，只有零星几台配置到了贾布罗基地，并在高达 Z 的世界里换装了全周天驾驶舱和线性座椅，用于贾布罗的防卫。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重装型的武装。首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左右裙甲的造型不一样，那左边多出来的那部分结构其实是手榴弹的弹夹，玩具这里还还原了能把最下面这个拿出来的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玩了。设定中这个玩意儿就是近战武装的一部分，属于应急用的手榴弹。那说到手榴弹呢，传承自钢加农的这2枚特制的手榴弹就要说到一下了。可以看到两头都有孔状的喷口，在战斗中也确实能自己飞过去殉爆，但不清楚有没有自带锁敌能力。另外玩具是给了可以装在后裙甲上的插孔，这难道是变相说明这东西的残弹只有2发吗？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一把光束步枪，这里可以看到这把枪是 XBR-L 型，了解的朋友会发现，咦，这不是和之前的枪是同一把吗？也就是钢加农同款的那一把，和元祖高达的枪同期的 Long Type， 有着比高达用的 M 型更高的精准度以及30公里的射程，但是贾布罗基地的重装型理论上配备的是吉姆2的同款，而不是这把老家伙，也不知道这里该说戴哥什么好啊，竟然完全懒得改。头部方面依然保留了传统的近防火神炮，和高达一样是安置在眉骨两边的2门。当然最关键的武装还是这2门240毫米的低后坐力炮，前面也提到了，主要的改进点就是通过更换背包增强散热能力，得到2倍的射速和供弹能力。另外原先残弹为40发，改进后的载弹量也略微提升。当然了，240毫米的口径说是低后坐力，实际并非真的低，实际战斗中实弹的穿身也不一定好使，那怎么一次性解决这2个问题呢？于是就有大聪明想到了，我直接换成光束加农炮不就好了，既保证了超低的后坐力，又提升了射程和武器的穿身能力，还不用携带
带实弹和考虑供弹装置，一举三得。于是几台左肩搭载多功能精确瞄准系统，右肩搭载光束加农的光加农实验机就被造了出来。不过这个东西的问题也很明显啊，和光束不相抢能源，没有实弹武器，而且结构上只是换了2件的炮，实际上还是重装钢加农，适配性太差。所以这个方案就进一步迭代成了钢加农2的雏形，实战中也并未采用。好的，那么武装方面就全部介绍完毕了，最后再来聊一聊这次重装型的可动表现吧。首先低头的幅度不大，只有30度不到，不过抬头的幅度非常的优秀，能超过60度，接近75度，主要是为了开炮的姿势而准备的，不过左右是没有任何摆幅的，比较的可惜。左右转头会有后方天线和炮口的干涉，另外转头只有90度，再转就会被限制住，应该是衣领的问题。不过这个脖子最优秀的地方是可以像这样前伸就能摆出发力的动态 pose， 肩部的引出能达到45度以上，幅度非常的优秀，而且可以看到前方零件的内缩联动很精巧。直装关节的360度大风车毫无压力，大臂侧平台可以轻松达到90度，根部平转放在了肘关节上段，360度转动也是标配。曲肘虽然是双段的关节，但没有给到完全的180度折叠，只有120度的幅度。这个手腕很有意思啊，里面是一个类似弹簧的拉伸机构，拉出来之后是可以做一段像这样的30度弯折的。这个弹性机构给手腕提供了30度的全向摆动范围，但同时也引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手腕的平转在特定的角度下是完全松脱，没有一点阻尼的，也真是这个素体死都不改的通病了。腰部的关节做得很漂亮，前倾能达到30度以上的大范围，后仰只有15度不到。虽然背包这里有一定的干涉，但这个背包是可以掀起来的，所以并不会干涉到腰部的后仰可动。这个前倾弯腰的联动结构做的真的是很漂亮啊！我在这里把玩了好久，背后这个套层展开的结构也算不算是龙虾背了？左右的侧摆幅度比较的一般，也就是超过15度一点，但还是那句话，有总比没有强。不过腰部的平转就很不应该了，最大只有左右45度的转幅，看起来也不像是裙甲的干涉，而是做了限位，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裙甲的可动也没有好到哪儿，前裙甲前抬不到30度，侧裙甲也是只有30度，这就很离谱了。后裙甲更是完全就不可动了。不过好在大腿根部配置了下拉的关节，前踢能正常达到90度，非常的意外。更意外的是后踢竟然也能达到70度以上，非常的不错。这里要说但是了，这个素体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啊，大腿根部球冠没有给豁口增加侧抬幅度，所以侧踢只能连45度都达不到，非常的垃圾。同时大腿根部也没有给平转的关节，所以向内向外的摆动也依赖球冠，这不到45度的幅度。还好屈膝的表现不错，能达到150度，膝盖夹有联动，内部也给了填充的遮盖。脚掌的可动是比较离谱的，如果向前掰的话，可以看到这样的3段式拉出结构，使整个脚掌可以达到几乎90度与地面平行的程度。这个可动设计自然是为了开炮的 pose 做准备的，但向后翻的幅度可动就几乎没有了。脚掌的左右转动倒是还给出了一段空间，但这个左右的接地幅度甚至是连30度都没有啊，这就非常的拉胯了。合着整个脚掌的可动只有向前抬这一部分。实话说啊，我从来没想过这种机体会给我更新素体啥的，正是因为万代只是想改个颜色，所以虽然是 Z 高达线，但还是给放到了魂线里。但不得不说啊，这个配色我是真的很喜欢，当年看动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了，所以自然是不会错过的。而且意外的是，作为上个月的新品，这东西的现货价格比隔壁百事稳定多了，真的是很有趣啊。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记得点赞投币关注一下 UP 主哦，咱们下期再见。